你知道二战时期最不可思议两大巧合吗？每一次巧合都关系着数十万人的死亡，这真是巧合，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冥冥之中在影响着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珍珠港事件，大家应该不陌生，它可以说是加快了二战的结束。但就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16天，也就是1941年11月22日，在纽约人报上登刊两则不同寻常的广告。这两则广告是一个叫做死亡加倍的掷骰游戏登刊的广告，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均为注意战争警报。这第一则末尾写着死亡加倍，下面还有一个双头鹰的徽章，像极了德国的装饰徽章。第二则广告是两个三面可见的骰子，一黑一白，白骰子上有两个数字12和24，黑骰子上有三个数字0、5和7。大家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间吗？在1941年12月7日的凌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我们回头再来看一看上面的几组数字，是不是感觉有些巧合？当时的人在事后也产生了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这两则广告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把这几组数字打乱又重新进行了整合。12和7正好是偷袭珍珠港的日期，而5和0则突袭的时间。至于24，虽然没弄清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推测这很可能是轴心国对其特工下达命令或者是警示的通告。这件事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哪怕是有一点怀疑他们都不会放过。但可惜的是，联邦调查局虽然介入了调查，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因为在美国，死亡的加倍游戏本身就是合法的，而在1941年纽约的商店也确实出售过这款游戏。虽说美国政府对此一直有所怀疑，但那么多证据摆在人面前，不由得他们不信，这只能说是一个巧合。除了这次以外，二战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巧合。1944年，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准备攻入欧洲，这一次的准备工作全部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他们这一次行动代号名为霸王，并且在任务中每一个行动和行动地点也有各自的代号。比如海军突袭的代号是尼普顿，进攻时提供补给的人工港的代号是马拉伯，奥马哈和犹他是在法国的两个登陆代号。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进攻前的33天，这些代号就开始陆续出现在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填字游戏中。在6月2日进攻的前4天，霸王的代号也出现在该栏中，这可吓坏了制定计划的一众将领。为此，保安人员突击检查了该报的办公室，他们确信这是纳粹间谍在向外透露消息。可最终他们发现，编写此字谜的人是一个名叫伦纳德·道德的教师，并且他从事此工作他已经工作了20年，根本不可能是纳粹间谍。而最终他终于使审问他的人相信了他是清白的，并被无罪释放。那么这些真的是巧合吗？还是说这一切都是潜伏的间谍所为，只不过是他们潜伏得太深，已经做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或者说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冥冥之中在影响着我们，让人感到有些害怕。好了，我是叹为观止，我们下期再见。